我倒下！有点疼。有点疼。平民对群天花板，种门圣女，尼禄攻略。这个视频七七教会大家，尼禄的定位和其他角色不太一样。在释放完4段战技后，尼禄能升级全队的原绽放反应，变成专属于自己的逆绽放。逆绽放相比普通的种子，具有伤害更高、爆炸速度更快、范围更大的优势，但同时也限制了队伍只能加入水草角色。所以主打绽放反应的尼禄是不用升级天赋的。圣遗物的选择更是简单粗暴，只用堆叠生命值就行了。无论是散套还是2000岩2花海都行，花神套刷取性价比低，没必要专门刷取。武器的选择更是随意，专武最优选，其他武器效果都差不多，围绕生命值和精通选择就行了。这就是种门圣女的包容性吗？生命值需求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点七七还要再次提醒一下，参与草反应的角色一定要拉到90阶，等级对草反应伤害影响很大。配对方面，虽然尼禄限制了水草属性，但是几乎目前所有水草角色都能加入尼禄队，根据不同环境选择不同的角色，这也算一种配对灵活性吧。命座上，尼禄灵命完全体，12命有提升，但没必要强抽，是不可多得的平民战士。总之，如果你被圣遗物出货率折磨过，又想快速打满深渊，尼禄是非常值得抽取的。要谢谢七七吗？
七七很喜欢白先生，但是也必须正视他的优缺点。目前白先生对于大部分配对不置必需品，原始紧张完全可以选择跳过。好啦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要谢谢七七吗？大家好呀，我是胡桃。弧形中叶作为我最强的阵容是怎样操作的呢？首先看角色的练度要求，胡桃我建议生命3万以上，暴击60加，暴伤150加，精通150加。重力先生就当个纯血牛吧，建议生命4万加。请求非满命充能建议220加，满命充能200加。武器待机礼剑或者西风剑，野兰充能建议200加。武器首选西风弓或者中落弓。接下来是具体操作，中力开盾剑靠，野兰素质2连，挂水并增伤，请求开大截2踢脚。最后胡桃我上场送敌人上路啦，重击界跳跃可以心中默数7到8次。最后趁热打铁接一个吃饱喝饱，一路走好。这个阵容对单堪称天花板，但如果一次遇到大量客户，我还是会很累的。嘿嘿，大家继续随本堂主大杀四方吧。原神萌新人气高性价比阵容推荐，第一套猎战方队，队伍4名角色都是不用抽卡就能得到的，而且全队只需要相邻有练度就行了。操作手法也很简单，首先克莱挂草，芭芭拉挂石产生人绽放种子，相邻丢过吧，最后封住巨怪，过吧同时喷火打出爆炸的猎绽放。这个阵容里面，相邻需要优先升等级，圣遗物和武器都带高精通的。第二套超绽放队，这个配对需要抽取1只妖妖或星球，现在也很容易抽取。操作方法也容易，草主开大挂草，星球放技能挂水，妖妖丢突突。最后丽莎战场普攻，不断触发超绽放。队伍和谢丽莎与香菱一样，圣遗物和武器都带高精通的。考虑到丽莎不算高性价比角色，所以前期最多拉到70级就行了。如果有条件，丽莎也能换成97人甚至雷神，他们可以无脑拉满。这2套阵容都能在前期有出色的表现，非常推荐新手尝试哦。快说谢谢七七。我倒下，有点疼。有点疼。平民对群天花板，种门圣女，尼禄攻略。这个视频七七教会大家，尼禄的定位和其他角色不太一样。在释放完4段战技后，尼禄能升级全队的原绽放反应，变成专属于自己的逆绽放。逆绽放相比普通的种子，具有伤害更高、爆炸速度更快、范围更大的优势，但同时也限制了队伍只能加入水草角色，所以主打绽放反应的尼禄是不用升级天赋的。圣遗物的选择更是简单粗暴，只用堆叠生命值就行了，无论是3套还是2000岩2花海都行，花神套刷取性价比点，没必要专门刷取。武器的选择更是随意，专武最优选，其他武器效果都差不多，围绕生命值和精通选择就行了。这就是种门圣女的包容性吗？生命值需求是这样的，这里有一点七七还要再次提醒一下，参与草反应的角色一定要拉到90级，等级对草反应伤害影响很大。配对方面，虽然尼禄限制了水草属性，但是几乎目前所有水草角色都能加入尼禄队，根据不同环境选择不同的角色，这也算一种配对灵活性吧。命座上，尼禄灵命完全体，12命有提升，但没必要强抽，是不可多得的平民战士。总之，如果你被圣遗物出货率折磨过，又想快速打满深渊，尼禄是非常值得抽取的。要谢谢七七吗？4月12号，也就是林克挑战第37天，七七打满了号称最难的 3.5 版本的深渊。给大家看一下上场角色的练度，先看赛诺队的吧。赛诺的练度可以说比较差了。
天赋也没拉到9级以上。其他3名队友都是后台挂元素工具人，所以这也算一个单核阵容。再看看灵华队的练度，灵华生遗物就比3的好太多了。申鹤生遗物比较差，但是是一命。用的是世界任务送的切岩套。砂糖用的是随便凑的封套。班尼特凑了4宗师。虽然是2命，但七七也就在12层第一间破冰队用到了它。最后再解答一些问题。为什么不抽草神？抽到草神不是会更轻松吗？七七的挑战是决定只抽 3.5 版本的角色，抽草神就违反规则了。而且其实就 3.5 版本的深渊环境和七七目前的配对，即使草神加入也不会轻松太多，因为需要凹的难点全在灵华队，在诺队反而打得比较轻松。这个账号挑战成功了，会如何处理呢？七七会留着自己做纪念，以后可能也不会上号了。以后还会开新的挑战吗？这个要视情况而定。七七更想挑战高难度的版本， 3.5 版本应该算是近几个版本难度最高的了。而像 3.6 版本这样拥有草神、尼洛高质量卡池以及合适的深渊环境的版本，七七就不会开号挑战。下一期挑战，七七预计会在优拉复刻的版本开启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好啦，拜拜。前天七七收集完了须弥雨林的神童，将大部分角色等级拉了起来，周本没有掉落一样有用的材料。那么第30与31天开始吧，先把剩余的须弥主线走完。挑战伞兵。将砂糖拉到70级。那好，接下来去月下宫探索阿贝良久的贡物。3个试炼，迷宫解谜。收集完5本书，完成任务。接着把见闻全找完，期间开宝箱。失联者种下龙骨花，明天才能结果。再去荷官开几个宝箱，收集了足够的雷印，把神因数升满。抽几发。无事发生，因为七七觉得队伍循环还有点问题，抓一些绝缘想凑2件套。
只可惜什么都没做。环社乐团，全是狗粮。好吧，就到这里啦。希望接下来的最后几天运气能好一点。好啦，拜拜。最近七夕看到大家好像都很在意角色强度，甚至大家还说男孩子的强度不如女孩子。七七知道自己很弱，但是七七一直待在大家的仓库里，所以伙伴们的情况七七还是知道的。七七觉得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优点，大家都知道须弥的草反应很厉害，能很好融入草反应的角色是很容易通关深渊的，比如鸣人、萨诺，还有快要到来的艾尔海森。就连和七七同样的常驻角色蒂鲁克也能加入草反应。七七不知道大家追求的是什么，七七只知道能够轻松通关深渊就是个好角色。而流浪者、一斗、萧这些孤儿元素的角色，他们需要高明的战斧才能发挥出色的实力。在配对齐全后，因为是孤儿元素，所以能够应付绝大多数环境。大家都喜欢可爱的女孩子，加上很多女孩子们都有很厉害的配对，大家都爱用女孩子。其实女孩子们也有缺点，讨厌的胡桃需要1命才能玩得舒服，而且配对成本有点高，下限也很低。莲花讨厌多变的环境，而且和胡桃一样，需要较高的成本才能玩得舒服。叶养出伤慢，而且现在的主流融化操作变形，其实并没有顶尖的实力。七七希望旅行者们能好好看待伙伴们的特点，不是谁都像七七这样弱小，拒绝强度歧视、焦虑，我们才能在 T 瓦特舒适的游玩。前天，七七过了须弥主线和层岩肩章任务，打保底吃满抽到了深褐1命，给他用鱼叉。挑战12层第1间只打了2颗星。那么第28与29天开始吧。打深海龙系，刷取深褐的突破材料以及天赋树，将深褐拉到了80级。探索须弥，收集神铜。先把雨林的神铜全找完，升级梦之树，用领取的相遇之源抽2发。雷泽，前期的开荒战神，你们还记得雷泽的灯笼斩吗？只可惜现在在仓库养老了。收集飞鹰绣球，刷无香铁，再把灵华拉到了90级，打周版。运气实在是太差了，没有掉一个需要的天赋升级材料，也没有一梦融梅，也就是说这周赛诺和灵华都不能升级关键天赋了。精炼一下是做金箔和天幕刀，升级了瑶瑶的生命杯，又可惜了这么高的宝上。再刷纯水，把行秋拉到70级。灵敏的行秋挂水能力没那么强，赛诺对压力有点大。接着把刷材料掉落的剩遗物还剩宗师，七七准备给班尼特或申鹤凑一套，可是运气太差了，4件套都凑不齐。因为灵华升级天赋需要大量的刀血，七七开始讨伐武士。好吧，就到这里啦。因为深渊会在16号更新，所以七七必须在那之前完成挑战，任重道远。那么接下来的几天接着加油。好了，拜拜。昨天七七开启了惹陀龙王周版，探索了层岩巨渊，做完了雾海骑行第3天，等级来到了44级。那么今天会怎么样呢？第13天开始探索一下层岩巨渊的下矿区。
先把刘明石奖励的2颗香芋之源拿到，因为七七常驻快要保底了。无事发生，然后在热心的粉丝帮助下，把部分需要连击才能完成的成就做了。回到7-8运岛拿一个隐藏大宝箱，开启岛的奖励副本，收集雷印，再拿2颗香芋之源，还是蓝天白云。接着连续把雷神传说任务2章做完，开启雷神的周本，可以掉落赛诺的天赋材料。马上就要45级了，把给经验多的主线任务做一下。终于来到了45级，今天是周日了，周本马上就要刷新了，先打惹陀龙王。阵容还是不全，而且瑶瑶和芭芭拉等级太低了，奶量不够，因为时间的原因，还是先摇人打吧。感谢这位粉丝的帮忙。再精炼一下喜多院士文字，现在已经进3了。好吧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。现在总共144抽，45级，明天开始圣遗物本坐牢了。好了，再见。昨天七七开始了圣遗物本坐牢，做了森林树任务的一部分，常驻保底出了4封原点，等级来到了46级。经过这半个月的爆肝，七七攒了153抽，今天终于可以抽卡了。那么开抽，先单抽几发出一个子，然后再10连抽吧。啊，这不对吧？距离上次出金才2抽啊，这个灵华相当于白送了。好吧，平复一下心情，继续抽深河。的7个10连没出，那就单抽吧。小保底没完，心灰换一个星球，然后继续追深鹤一命。相比武器，一命的深鹤更加稳妥一些。出金了，会不会弯呢？好吧，弯了个地卢克。把新角色拉到20级，再抽一下常驻。没什么收获。那么清点一下战果，2发出的灵华，78发出的深鹤，然后79发挖了老爷，砂糖3命，妮塔2命，猫猫4命，还抽到了一把寄力剑。总的来说收获不错。接下来的目标就是深鹤的一命了，先把需要的角色等级拉起来，刷一下材料。粉丝十分热情，进入七七的世界帮忙。把灵华拉到了60级，天赋拉一下，换上了天幕影打刀，圣遗物3套先凑合用，然后稍微做一点森林书，探索虚拟。好啦，就先到这里吧。今天同时抽出灵华和深鹤，更加坚定了七七满星深渊的信心。那么明天加油！昨天七七探索了层岩巨渊地下矿区，开启了雷神周本，妖人打完了惹陀龙王，到达了45级。那么今天会怎么样呢？第14天开始。45级是伤害提升最快的阶段，因为这时候可以系统刷取圣遗物了。七七决定先给赛诺刷3套充能沙漏、精通杯和暴击头，给草主或瑶瑶凑齐超绽放最重要的4草套。好啦，七七自己尝试挑战一下圣遗物本，打得有一点吃力，但还算能打过去，1分半解决了。看看战利品怎么样？
双爆攻击杀，只可惜赛诺不需要攻击杀，留着给林华当散件吧。差点忘记，瑶瑶还需要升级，打几次无香草，把瑶瑶拉到60级，再回去刷圣遗物。粉丝太热情了，来带七七刷，效率提高了不少。刷了大概20个浓缩树枝，连一个充能主词条的沙漏和精通主词条的杯子都没有，不过还是有收获的，给瑶瑶凑齐了4草套，还强化出了一个很不错的攻击沙漏，留给林华吧。此刻圣遗物也不是办法，于是七七决定先刷一点天赋材料。龙兽实在是太热了，七七现在的圣遗物甚至和45级之前伤害差不多。把赛诺的大招拉到了7级，把没用的圣遗物还剩成风套，凑齐了4件套，留着给砂糖吧。常驻已经75抽了，七七就先做森林书，探索须弥雨里。雷子没有刷圣遗物，甚至大世界都打不过了，没办法，换成赛诺开图吧。在梦之树换取了2个相遇之源，开抽。第70期法出金了，会是什么呢？四风原点，它对我的唯一作用就是个星辉了。好吧，今天就到这里，现在差不多153抽，就等着明天下午的卡池了。祝各位，也祝自己能抽到想要的角色。好了，再见。种门是什么？种门是各种可以通过元素反应产生草原和打出可观输出的配对，具有养成成本极低、操作简单等优点，非常适合萌新。水草可以进行原绽放反应，产出草原核，我们就叫它种子吧。种子最多存在5颗，超过5颗的话，最先产生的种子就会对周围造成无差别的草伤，或者6秒后种子也会单个目标在 0.5 秒内最多受到2次种子伤害。还有专属于尼禄的原绽放反应，这个留到以后再说吧。还有进阶的超绽放和烈绽放反应，先说目前最热门的超绽放反应吧。雷元素激活种子后，会自动跟踪敌人造成小范围草伤，最常用的配对就是草刑9，而烈绽放是通过火元素引爆种子，造成范围草伤，所以可以依靠这个公式进行配对。种子伤害之与触发反应的角色等级、精通以及怪物靠性有关，所以只需要专注提高雷、火系角色的等级和精通就行了。神灵4件套的减抗效果也非常重要，队里一定要有1名角色携带。好啦，快上号打开你的仓库，组建属于你的种门配对吧。要谢谢七七吗？昨天七七做了璃月的大部分世界任务，神像升到了8级，抽到了瑶瑶32级。那么今天会怎么样呢？第5天开始上线，先做委托，把剩余的岩神通找完，感谢这位粉丝帮助七七。接着把剑士9柱做了，这是升满岩神像才能做的任务，拿到了第1个5星圣遗物宗师的花，但是目前没什么用，以后再给班尼特用吧。该前往下一个地区了，于是七七把主线做完，来到了道期，难度开始升高，先把道期3导锚点开了，接取了他被杀物语和旧经2个长期任务，然后开始做任务。
已经感觉到有点乏力了。等明天升级一下雷泽的武器，挑战老吴香火和见鬼。多刷一些武士，刀琴是林华需要的升级材料。用大炮轰开一个奖励副本，挑战一下。把班尼特升到60级，抽一下常驻。鱼彩，好吧，今天就先到这里。现在原是9009，纠缠7颗，36级，明天加油。